كنانة مصر ننقل لكم عبر تليفون ايفون 13 برو ماكس عليه ضريبة 13,000 جنيه. المدعكة اللي بتحصل والملعب ولع، الملعب ولع وايران النهارده كنانة مصر 来自伊朗的打击无穷无尽呐！都知道伊朗的军队是掌握在精神领袖手里的，而他的精神领袖刚刚去世，伊朗人就把这把刀递给了他的儿子。那你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个理论，再加上国仇家恨，他的儿子会怎么做？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指挥中心，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已经遭到导弹袭击。接下来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将面临持续威胁。也就是说伊朗会趁着这股东风，彻底将美国赶出中东。不管你以前是黑伊朗、挺伊朗，还是对伊朗一无所知，本期内容绝对会颠覆你所有认知。特朗普这个自封全球霸主操盘手的男人，这辈子干过最蠢、最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，不是退群，不是贸易战，而是亲手把一个被全网黑了几十年的伊朗，硬生生洗成了全球同情、全网声援的正义斗士。你们敢信吗？就在3个月前，关于伊朗的评论清一色全是极端、封闭、好战、神权国家。可现在呢，刷遍全网，满屏都是伊朗加油，支持伊朗反抗，特朗普滚出中东。更讽刺的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特朗普自己。他以为杀了哈梅内伊就能像当初绑了马杜罗一样，让伊朗乖乖低头，任人宰割，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亲手唤醒的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噩梦。今天咱们不玩虚的，不搞阴谋论，就用最真实的事实、最硬核的逻辑，把这件事儿扒得明明白白。为什么特朗普的斩首行动会变成伊朗的洗白神器？为什么一个被黑了几十年的国家能在一夜之间赢得全球声援？为什么说特朗普这一步棋下得有多臭，有多致命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稳节，我是大钊。首先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？以前提起伊朗，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危险、落后、宗教极端、神权，仿佛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带着敌意。可自从特朗普下令联合以色列空袭伊朗、炸死哈梅内伊以后，全世界的舆论彻底反转。伊朗街头数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，不是混乱，不是恐慌，而是高举哈梅内伊的画像，高呼为领袖复仇，捍卫国家主权。那种万众一心、同仇敌忾的气势，看哭了无数人。海外社交媒体上，以前骂伊朗的博主纷纷道歉改口，直言错怪伊朗。就连以前紧跟美国步伐的一些西方国家民众，也开始上街抗议，谴责美国的霸权暴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特朗普原本以为杀了哈梅内伊，伊朗就会像委内瑞拉一样群龙无首，瞬间坍塌。毕竟就在今年1月份，他一声令下，美军偷袭委内瑞拉，强行绑架马杜罗夫妇，逼着委内瑞拉签署石油改革法案，让美国油企趁机渗透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控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命脉。那一刻，特朗普估计都飘得忘了自个儿是谁，以为所有国家都能被他用强权拿捏。可他偏偏选错了对手，选错了方式。伊朗不是委内瑞拉，哈梅内伊也不是马杜罗。中国左传里有句话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特朗普的霸权行径看似威风凛凛，实则早已违背了天道人心。而伊朗的反抗从来都不是好战，而是自卫，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。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给我们讲透。咱们先回顾一下伊朗以前为什么被全网黑。其实这背后全是美国的阴谋算计。几十年来，美国为了掌控中东石油，为了遏制伊朗的发展，联合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抹黑伊朗，把伊朗的宗教信仰说成是极端主义，把伊朗的国防建设说成是威胁地区安全，把伊朗人民的爱国情怀说成是被洗脑。就像当年美国抹黑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，他们用虚假的新闻、恶意的解读，给伊朗贴上了无数负面标签，让全世界的人都对伊朗产生了深深的误解。那时候不管伊朗做什么，在西方媒体眼里都是错的。伊朗发展核技术就是想制造核弹，伊朗支持巴勒斯坦就是煽动地区冲突，伊朗捍卫自己主权就是破坏世界和平。久而久之全网形成了一种黑伊朗的政治正确，
仿佛只要你说伊朗一句好话，就会被贴上极端分子、反美分子的标签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伊朗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古国，跟中国一样，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跟民族骨气。很少有人知道，伊朗的石油资源被美国强行制裁、掠夺，人民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，却从来没有低头。很少有人知道，伊朗一直坚持和平发展，从来没有主动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。所谓好战，不过是被霸权逼到绝境后的无奈反抗。这让我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曹刿论战。《左传》庄公10年记载，齐强鲁弱，齐桓公率大军攻打鲁国，鲁庄公慌了手脚，而曹刿却告诉庄公，小大之欲，虽不能察，必以勤。这才是取胜的关键。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一个国家的底气从来不是靠强权，而是靠民心。一个国家的正义从来不是靠抹黑，而是靠坚守。伊朗就是这样一个国家。哈梅内伊执掌伊朗近40年，或许有人不认同他的政策，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始终坚持着伊朗的主权跟尊严，始终站在伊朗人民的立场上对抗美国的霸权压迫。他一生遭遇无数次暗杀，1981年被炸弹炸伤右臂，却从来没有退缩过。他明明可以躲进安全的避难所，却坚持跟人民站在一起。直言，当人们遭受炮火袭击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家人为什么要躲进避难所？这样一位领袖被特朗普联合以色列用极端卑劣的方式偷袭斩首，用偷袭炸死于工作岗位上。这不是反恐，这是赤裸裸的侵略，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践踏，是对人类良知跟国际法的彻底无视。特朗普的算盘打得噼啪响，他以为杀了哈梅内伊，伊朗就会群龙无首，陷入内乱。可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这一举动竟然成了伊朗的洗白神器，成了迈向自己霸权崩塌的另一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性的本质是同情弱者，是敬畏正义。当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强权欺负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挺身而出。当一个主权国家被超级大国无端侵略，领袖被暗杀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站在正义的一方。特朗普所谓的斩首行动没有吓到伊朗，反而唤醒了伊朗人民的爱国情怀，让原本可能存在分歧的伊朗变得空前团结。当一个民族被逼到绝境，凝聚起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强权。更可怕的是，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最高领袖，还是中东什叶派的精神领袖。他的遇害点燃了整个中东什叶派民众的复仇怒火，伊朗主导的抵抗之虎变得更加坚定。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贾巴里已经放出狠话，本次反击动用的仅仅是仓库里的陈旧库存，接下来伊朗将展示一系列从未面世的神秘武器，让侵略者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特朗普的斩首行动不仅洗白了伊朗，还让美国陷入了孤立。那么伊朗接下来会怎么走？美国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？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核心问题，也是最关键的解决方案。伊朗的反击从来不是鱼死网破，而是借力打力。美国的噩梦从来不是伊朗的军事力量，而是自个儿的霸权逻辑。首先，对于伊朗来说，哈梅内伊的遇害虽然是巨大的损失，但也成了凝聚民族力量的契机。伊朗已经选出另一个领袖，这个领袖也叫哈梅内伊。特朗普慌了。没错，这个哈梅内伊就是死去哈梅内伊的儿子。你们想想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都知道伊朗的军队是掌握在精神领袖手里的，而他的精神领袖刚刚去世，伊朗人就把这把刀递给了他的儿子。那你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个理论，再加上国仇家恨，他的儿子会怎么做？就在此时，伊朗的反击变得更加精准，更加坚定。他没有盲目发动全面战争，而是针对性的打击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设施，既展示了自己实力，又没有给美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借口。更重要的是，伊朗抓住了舆论战的主动权。以前伊朗被美国媒体抹黑，有理说不出，现在特朗普的暴行让伊朗站在舆论的制高点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伊朗的遭遇，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声援伊朗。伊朗终于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真面貌，一个热爱和平、坚守主权、有骨气的国家。这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卧薪尝胆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，却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忍辱负重，积蓄力量，最终逆袭复仇。伊朗现在就是卧薪尝胆，他们一边凝聚国内力量，一边争取国际支持，一边发展国防力量，等待着反击美国霸权的最佳时机。其次对于美国来说，特朗普亲手唤醒是一个无法收拾的噩梦。第一，
伊朗的反击将让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变得岌岌可危。伊朗已经明确表示，本次战争停战时间伊朗说了算。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的所有设施跟利益都是合法打击目标。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指挥中心、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已经遭到了导弹袭击。接下来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将面临持续威胁。也就是说，伊朗会趁着这股东风，彻底将美国赶出中东。第二，美国的国际形象彻底崩塌。以前美国虽然霸道，但还能靠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拉拢一些盟友。可现在呢，美国公然暗杀他国领袖，践踏国际法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看清美国的真面目，纷纷与美国保持距离。美国的盟友体系正在逐渐瓦解，就连美国的欧盟盟友也开始质疑美国的政策，不愿意再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伊朗，发动战争。第三，美国的国内矛盾将进一步加剧。特朗普的执政支持率本来就处于历史低位，民众对物价上涨、关税政策早已不满，而暗杀哈梅内伊可能会引发中东局势的全面动荡，导致石油价格暴涨，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经济困境。同时呢，美国民众也会越来越反对特朗普的霸权政策，上街抗议的浪潮可能会越发激烈。更可怕的是，伊朗的核技术跟导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特朗普的斩首行动无疑会刺激伊朗加快核技术跟导弹技术。一旦伊朗拥有了核武器，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将彻底终结。到时候美国面临的将不是一个麻烦，而是一个足以摧毁自己的对手。这就是特朗普亲手唤醒的噩梦。一个人可以轻于鸿毛，可以重于泰山。哈梅内伊的离世绝对是重于泰山，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伊朗乃至伊斯兰人们的心中。伊朗虽然面临着巨大挑战，但他们的斗志永远不会熄灭。特朗普唤醒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反抗，更是全世界反对霸权、追求正义的力量。特朗普制造的不仅仅是中东的动荡，更是自己霸权崩塌的另一步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